今年最强台风画家沙正以毁灭性的力量横扫而来。它穿过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之间的巴士海峡，携带着高达时速215公里的阵风，正一步步逼近中国南部沿海。而深圳这座中国的金融中心正处在风暴的正前方，当地政府宣布计划紧急撤离40万人。工友抓紧一点，领导通知了10点钟之前撤离完毕。各位工友，收拾好东西。而香港的国泰航空也已经提前发出预警，预计将取消超过500个航班。这座珠三角的超级城市群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威胁正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台湾东部地区已经率先遭受猛烈冲击。民众由饭店楼上拍下的画面中看到小湾这里因为台风掀起惊人的巨浪，连路过的车辆也惊呆了，忍不住的减速，仿佛是灾难电影的场景。只见巨浪不断的往岸上冲刷，好像要把路面吞没的感觉。这是强台边缘扫过垦丁时的情况，虽然是擦边而过，但是威力惊人。与此同时，花莲的马太安溪乡在暴雨持续冲刷之下形成的堰塞湖突然溃决。桥冲垮了，垮多少？我滚过去了，滚过去那个桥断了，我要去包库喽。桥在这边没有了，没有桥了，谢谢。唯一的路是灭顶了吧？还是断了？巨浪裹挟着泥沙和断木冲进市区，造成灾区民众被困，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有没有救生艇？这个白色车子里面有人，他现在被冲到那个光复国中棒球场，然后水现在越来越大了。洪水一度淹至半身高，轿车如同玩具般被掀翻飘走，甚至10几吨重的军车也不能幸免。在洪水强大的冲击力面前，也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力。花莲光复乡在这场台风画家沙带来的洪水中，几乎一夜之间彻底沦陷。滔天的洪流从山谷中倾泻而下，泥石、树干、碎石夹杂着滚滚洪水，猛然扑向这个原本宁静的乡镇。街道已经不见踪影，房屋只剩下屋顶在水面上挣扎，整个乡镇仿佛被无情的洪水吞没，成为一片魂灰汹涌的泽国。这边是我们家里一楼都买了，1楼都买了。妈妈跟大姐在住2楼，妈妈跟大姐，我孩子去哪里？小孩子跟金德他们都已经逃难了。金德带小朋友，正月也是开车，金德也开车都到避难所了。这是家里，这边是厨房。这是1楼，这边是1楼，这是前面是陈婷的家。监控视频拍下惊险的一幕，在镜头中，一名妇人紧紧抱住电线杆，才勉强保住性命。整个过程看得让人心惊胆战，简直是太恐怖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马太安溪大桥直接被洪流冲毁，场面宛如末日。啊，脚不见了，脚掉了。幸运的是，因当局早一步封路，才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亡。如果晚一步封路，必定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所以，政府部门在灾害来临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确保民众安全，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当地也已全面沦陷，数千居民被迫撤离，安置在简陋的避难所内，外面依旧是风雨交加。菲律宾气象局发布了严峻警告，暴雨、山洪和山体滑坡的风险极高，危及生命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马尼拉和数十个省份的学校与政府机构紧急关闭，一座又一座城镇正陷入黑暗与恐惧。而在中国南部，随着画家沙的逐渐逼近，深圳、广州、珠海、汕头等城市进入高度警戒。中共政府号召民众在台风画家沙登陆之前，一定要囤够3到5天的粮食。政府发公告说买3天的菜，这我买啥呀？全没了。
买个篮子吧。此话一出，整个广东人心惶惶，纷纷跑到菜市场抢菜。这也是中共刺激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应对接下来的台风，已经收到全市5停的通知了。晚上我跑超市跑了2趟，第一趟跑空了，菜都被抢完了。第二趟超市来了第2批新的菜，你看排这么长的队，我的天呐，我都排了1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囤了3天的菜，冰箱都塞满了。听说这一次是超级大台风，希望大家能安全度过台风日。台风画家沙还没真正登场，广东的街头却早已乱成了一锅粥。不是因为大风大雨，而是因为政府一句提前做好物资储备的提醒，瞬间演变成了全民抢菜大战。超市里蔬菜区被围得水泄不通，白菜、小葱、土豆被扫荡一空。平日里最不起眼的冬瓜，摇身一变成了硬通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手里拎着一颗白菜，就像是拿着股票涨停板。食材全部抢购一空，看没，苦瓜都抢完了，我的天，都没了，我靠，都没了，全部都没了，这边也没菜了，好恐怖，我的天！现在大家在抢冻货了，我的天，我也搞几个吧。鸡蛋都抢购一空，我的天哪，太恐怖了。豆制品区也抢购一空，我的天哪。平时哪有这种景象？我现在只有这种冻的饺子没人买，我买了2包，排队都有这么多人，我的天！可是这背后透露出的却不是幽默，而是荒诞与悲凉。一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地区，在台风来临前，给老百姓的唯一指令不是加固堤坝，不是清理排水系统，不是检查电力通信，而是赶紧抢菜。难道囤够一堆青菜就能抵御洪水？难道家里多几根黄瓜就能保证电力不断？荒唐至极！没事吧？深圳没事吧？啊？好疯啊！台风来没来咱不知道啊，但是抢菜那抢的还是这老大爷老大妈们抢的挺厉害。在每次台风登陆之前，上演抢菜这样的场面是中国独有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我们要不要这么夸张？一点菜都没有了。我操！你看抢购一空哦。一点食材都没有了。更讽刺的是，这样的号召正好成了某些部门的遮羞布。当灾难真正来临时，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是没提醒大家提前准备啊，你们不是都抢过菜了吗？”仿佛把防灾的责任轻描淡写地甩到了老百姓的肩上。至于排水管道堵不堵，堤坝能不能顶住，房屋会不会被淹，这些才真正需要政府担责的问题，却被巧妙地回避掉。于是镜头里出现了一幕幕讽刺的画面。一条了，没那么多了，一条，没有了，没有那么多了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愿一条，不好意思，没有那么多了，出不了啊！市民在暴雨中抱着一袋大葱狼狈回家，有人推着小车堆满了白菜、青椒，仿佛是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更有人因为抢不到蔬菜，在超市当场争吵。然而在他们的眼神里，并没有所谓的安全感，只有对未来的无力感和对当局的不信任。一场台风照见了体制的虚伪，别的国家未雨绸缪，修建堤坝、检修电网、科学预警，而在这里，政府的所谓动员却变成了一场荒唐的抢菜秀。仿佛只要老百姓家里冰箱塞满青菜，这场台风就不算灾难。听说这次的台风超级大，半年前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为了这片海景，但是这半年吧，海景其实没看太多，主要看台风了。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天。作为一个北方孩子来说，其实从小到大没有怎么经历过台风这种东西。看网上很多人说，其实这次台风还是挺严重的，有点像之前的山竹。但说实话，山竹是什么样我也没见过。所以接下来我应该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朝海的房子，所以这窗户还能保住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措施？真正可怕的不是风雨，而是这种把生存变成了自救，把防灾简化成抢菜的荒诞逻辑。这不只是一次物资的抢购潮，而是对公共治理能力的一次赤裸裸的讽刺。深圳，我真没时间给你闹了啊！每天警方加沙，真的来了，舒服了。
还有我们外地人啊是没有作战经验的，不知道要提前囤物资。我今天去超市一看，连个蛋都没给我留下，这不完蛋吗？啊，还有新闻上说什么，那个深圳或将转移40万人，转移的哪些人？本地人，外地人什么都不管是吧？现在都没有接到通知，转移哪些人？主要是我窗户也没封，因为今天是大太阳，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与此同时，当局还给出的另一条防台风指南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他们郑重其事地建议居民在窗户上贴上胶带，于是城市里出现了一幕幕这样的奇观。阵台风来了，看一下我们公司的防护措施啊！就这，你确定？你觉得这可以吗？非常 nice， 这种贴起来，龙卷风来都能防2下。我感觉这个好豆腐刀工程哦，能不能顶得住16级啊？16级、18级都能顶得住。你算了啊！我跟你讲，赶紧把你们桌面上这东西给我清理掉啊！玻璃还有洞。这几道廉价的透明胶带，仿佛就能抵挡住台风华加莎每小时200多公里的狂风骤雨。这简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一个宣称拥有世界级防灾系统的国家，在强台风逼近时，却让老百姓靠胶带自保。防台物资已经准备好了啊，冰箱已经塞满了，还有这个蜡烛、胶带、绳子、防水袋，还有防水布。难道几块胶带能代替钢筋水泥，能比得上科学的防灾设计？更讽刺的是，这些贴胶带行动还被媒体大肆宣传，仿佛是一种全民参与的防灾盛景。一边是号召抢菜，一边是倡导贴胶带，这就是所谓的防灾智慧。但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这一切准备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物业，我这里的风已经吹我那个门的后面这里吹烂了。因为他们心底都明白，面对一场时速超过200公里的超级风暴，任何人力都显得渺小。台风华加莎的到来不仅是一场自然的考验，更揭露了城市在极端天气下的脆弱。现在时光时速达到15天，今天中午，根本导航都没错，注意安全。自从2017年的天鸽、2018年的山竹以及2024年的摩羯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对台风的巨大破坏力有所敬畏。台风过后一片狼藉，车都被树压上了。左边这个是餐厅，柜子都是掉下来的。完了，这个是客厅。阳台看一下，一片狼藉，寸草不生。那游乐场惨不忍睹了，全部都烂完，这得亏多少钱呐！我操，那树，天哪，都烂完了！天哪！然而这一次，台风华加莎远远超越了过去的一切。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根据气象部门的有关数据，台风华加莎的中心气压正不断逼近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换句话说，广东可能正在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台风灾难。气象专家警告，如果台风华加莎的强度继续提升，甚至有可能触发10号风球，这将意味着近10年来首次1年内2度高挂10号风球。这样的天气异象已经足以载入史册，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具破坏力的台风之一。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形容：这不是台风，这是天谴。
整座城市就像被推进了一部世界末日的电影之中。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广东这么招惹台风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竟然有205次台风登陆，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其他沿海省份。台湾131次，福建111次，海南108次，至于江苏只有8次，辽宁仅6次，上海甚至只有3次。广东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台风第一主战场。也正因如此，每當台風生成，廣東人總是首當其衝。再大個風都好吧，你等我頂硬硬吧，你有冇等我頂硬硬咧就夠慣咯，係咪？食粥食飯就睇你咯。你冇理佢再大個風，你就自己頂硬硬得嚟，幾大都等我頂，一定要頂硬硬，冇頂硬硬就夠慣咯，你睇睇啊！但令人痛心的是，在一次次的台風襲擊中，暴露出的不只是大自然的殘酷，更是城市建設的脆弱與中共政府防災體系的荒謬，以及中共當局應對災難的無能。9月24日凌晨，台風華加莎在廣東陽江正式登陸，巨大的風暴眼籠罩整座城市，瞬間天色昏暗，猶如末世電影的開場。大家好，現在是下午的1點30分，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莫陽江大橋，現在橋上的風力特別的大，而且雨點打在臉上，很疼很疼。在我身後就是莫陽江，現在莫陽江的水里面的水，哇，我眼睛已經看不清了。剛剛我們看到這個水已經波浪特別的大，非常的洶湧，而且現在的風力我們已經切切實實的感受到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出行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阳江東平碼頭現在下午2點半，外面已經進入了14級風圈了，好大的風啊！茫茫一片，什麼都看不清了。外面大海的海水正在吹過來了。街道上的景觀樹在短短幾秒鐘內直接被連根拔起，停在路邊的汽車被砸得面目全非。台風華加莎過後，陽江城區可以說是一片狼藉，慘不忍睹。你看我身後這棵大樹，幾個人都抱不過來，就這樣子被吹倒，橫跨在道路上。陽江這座城市受傷了。今年的最強颱風華加莎就在昨天在我們陽江正面登陸，剩下給我們陽江的就是滿面的蒼蠅。你看我們身後啊，這棵大樹就這樣倒下來。當然了，不止這一棵大樹，我們陽江每條道路上很多大樹都已經倒下了。這個城市裡面是非常壓抑的，看起來真的整個街道上啊，很多樹都倒了。他們這個道路上的一個樹全部幾乎都倒光了。這是我出生以來見過最大的颱風了，有之一，比之前的那個合比好像破壞力更大。雖然說沒有合比那個風力那麼強，但是破壞力是看到的。這個破壞力實在太驚人了，而且幾乎是每條街道上都是這樣子。這個樹明顯是被處理過的，因為應該是打到路中間了，所以可能是那個消防人員把他們就是處理過了之後倒向一邊然後就會阻礙這個交通。甚至有小型轎車被直接捲入空中，翻滾數米後重重砸下。多少？與此同時，海浪拍擊堤岸，捲起10幾米高的水牆，瞬間衝破海堤，海水倒灌入市區。哇，這個海水好恐怖，你看，哇，哎呦，天哪！哇，整個海都被，哎呦！陽江、珠海、廣州等地幾乎同時陷入一場天與地合謀的毀滅景象。狂風所到之處，猶如末日降臨。小區陽台的窗戶在巨大的風壓下爆裂，玻璃碎片漫天飛舞，仿佛利刃一般割裂空氣。颱風先生，重勁風力啊！華加莎，颱風吹到了我這。停工上去幫到人那個不刮風了，看看對面的這棟樓，1戶、2戶、3戶、4戶、5戶、6戶、7戶、
8户、9户、10户、11户、12户，基本上该破的都破完了，玻璃太严重了。这一次，昨天晚上这些人都怎么过的？然后外面的路，对面是一个小学，幼儿园，你看一片狼藉，然后外面还在淹水，还有车泡在里面了。我们小区楼下的树也全部都倒了，唉。停在路边的汽车被倒下的电线杆与大树砸中，顷刻间损毁报废，更有车辆被强风直接掀翻，场景宛如灾难大片。我的车砸坏了，还有好几辆车，玻璃，还有这辆，气死我了！不过昨天晚上那个风太吓人了，太恐怖了。我们去看一下外面，在楼上看外面的树都已经被那个头都已经没有了。棕榈树头都没有了，哇塞，太恐怖了！到处都是树叶，哎呦！看我们小区。现在走在这树底下也不是很安全哦。珠海的海岸线在瞬间被海水淹没，滔天巨浪倒灌进城市，马路变成河流，地下停车场顷刻间灌满泥水，无数车辆沉没其中。广州的高楼在狂风中剧烈摇晃，墙体出现裂缝，市民惊恐地拍下视频，惊呼整栋楼都在抖。这个台风好吓人啊！我们住在17楼，这个楼都一直都在晃。走路都感觉像走不稳一样。这一刻，整个珠三角陷入末世般的噩梦。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高层住宅的阳台玻璃像纸片一样被狂风吹走，整个小区的绿化在1分钟内彻底毁灭。这小区门口啊，这车全部倒了。你看这种铁门，大铁门，全部用膨胀螺丝打在这种柱子里的，都被风吹倒了。在路上太多这种连根拔起的树了，这些大树，这公园椅直接就吹飞了。这种墙面，这种高楼的墙面，全部都吹坏了。这种路上塑胶贴的地皮都被吹起来了。这儿童游乐设施，你看这种塑料的地板全部吹飞，这种都吹歪了。垃圾桶本来在这边啊，在这条路上，现在垃圾桶都吹到那边去了。看这种树，这么粗的，一个人都抱不完，这种树直接倒了，把这个铁栅栏都砸坏了。这种单元的入户门全部被破坏了。台风虽然过了，但是这个残余的这个风，大家看，在台风与极端暴雨的双重夹击下，停车场瞬间被洪水吞没，成片的车辆漂浮在水面上，如同废墟中的残骸。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闪电划过天际，照亮那一瞬间的惊恐。这不是灾难片，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现场。超强台风画加沙的最大风力高达17级，这是一个足以让钢筋混凝土结构都无法完全抵抗的恐怖数字。
许多市政设施在强风吹袭下轰然倒塌。广州的部分地铁入口被洪水吞没，地下通道化为地下河。珠海的临时建筑、铁皮屋一个接一个被掀翻，像废纸般在空中打转。阳江一处刚落成不久的住宅小区，墙体出现巨大裂缝，水泥块不断剥落，暴露出里面偷工减料的豆腐渣真相。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再一次揭开了中共政权下基建工程的谎言。所谓的城市防洪系统，在洪水面前瞬间瘫痪；所谓的坚固高楼，在台风的冲击下如同积木般摇摇欲坠；所谓的政府防灾准备，只是纸上谈兵的口号。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已经提前做好了防风意识，你看看还是防不住啊！所有的准备区全部受损，墙皮掉完了，玻璃也都掉完了，洗衣机也刮飞了，家里的传单都飞出来了，家里的传单都飞出来了。你看这个是拿直接赶过来，大不大？超级大，3米台风哎！台风不仅揭露了大自然的威力，更撕开了中共治理的黑幕。新中国成立以后，有205次台风是从广东登陆的，其他沿海省份就要少很多。第二是台湾，一共有131次；第三是福建111次，然后是海南108次，接下来是浙江43次，上海只有3次，山东12次，江苏8次，辽宁6次，广西更是只有3次。这组数据不仅是一串冰冷的统计，它背后折射的正是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几十年来与大自然最残酷的对抗。哎呀，兄弟，不要抱一起哦，那不帅。有水有水，过不去，水过不去，太深了。外面风在叫。看，这个风太大。而在这其中，广东与珠三角地区正是最前线。超强台风画家沙正以毁灭性的力量肆虐广东，全城正在陷入一片洪水与恐惧之中。天哪，刚刚那里爆炸啦！刚刚那里一下子爆炸，吓我一跳！啊！天哪，那里怎么老爆炸？好吓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台风，这是一场足以改写历史的末日风暴。下台风了！哎呦喂！哎呦，不得了，遭不住啊！然而，比风暴更可怕的是中共当局的无能与荒谬。当基建一触即溃，防灾系统全面失效，千万民众只能在灾难中自生自灭。本期影片就让我们揭开这场天灾与人祸的真相。哇，这个海水好恐怖，你看，哇！广东这片经济最为繁华的沿海地带，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却同时成为台风的必经之路。这里的每一座城市都像是守在风暴走廊上的孤岛，无法逃脱，也无处可躲。台风不仅揭露了大自然的威力，更撕开了中共治理的黑幕。所谓世界级防灾系统，在画家沙面前不堪一击。我住22楼，我现在感觉整栋楼有点轻微的摇晃，挺吓人的。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要下去地下室走一走。哦，好恐怖哦，楼层都摇晃了，不行了，跑来1楼了，很多人都跑来1楼了。跑来1楼了，玻璃都掉下来了，上面的窗的玻璃都打破了很多了，楼层都摇晃，很多人都下来1楼，不敢住在上面，楼层摇晃，像地震一样，我操，顶不住了。
广州多处排水管道堵塞，导致主干道完全瘫痪。我们这边这几天下雨，一直在发大水。之前这个河的水都是流一半，另外一半是漏在外面的，现在已经全部满了。除了街道被洪水淹没之外，珠海的临时铁皮屋被狂风瞬间掀翻，变成飞舞的铁片杀气。哇，天哪！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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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阳江的抗风安置房墙体被吹裂，屋顶被整体掀走，数百居民被迫露天躲避风暴。台风现场，就几公里啊！花甲山，台风吹走了，我操！停個床吹崩到，喂那個屋咁冇到。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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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要过去了，不要过去了。人都会吹走，这样不要过去了，不管他了。一槍碰完一槍碰，孖毛溝嗰時感情，我1點間5點就彈了，真的是防不勝防啊！已經提前做好了防風意識，你看看還是防不住啊！所有的整備區全部受蝕。所谓的抗台风建筑沦为笑柄，所谓的坚固大桥在洪水冲击下岌岌可危。人们痛骂，这就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这们真的完蛋了！现在玻璃是非常剧烈的震动，整个楼都是晃。我那个椅子在地上，它都是有平移的。随着台风带来的暴雨持续不断，广东多个城市陷入了水深火热。在深圳，海水直接倒灌进入地铁，车厢里的积水瞬间及腰身，受困民众此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情况十分危急。刚刚我们经历了差不多1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时刻，对，刚刚的水位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现在水位终于下降了，我们在车里就可以等。现在是晚上的8点35分，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一个一个的在救援。谢谢，谢谢。我们终于等来了被救的这一刻。在广州，地下停车场被洪水瞬间吞没，车主眼睁睁看着爱车被淹成废铁，却无能为力。在珠海，街道变成了急流，洪水里夹杂着断裂的电缆、倒塌的电线杆和广告牌，这些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人命。我拍到了！这个车停在哪里都不安全，我操！直接把那辆车点着了，车主害怕呀吗？还有的灾民被困在自家2楼的阳台上，不敢下楼。他妈的扯淡！整座城市陷入停摆状态。自从我去搜了17级台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又着急了。我着急去封窗和囤物资。我今天早上一睁眼，你知道吗？我往窗外一看，
全是米字，全是米字。我的妈呀，好像广东人都已经过这种训练过一样，非常的井然有序。我着急，我寻思我也快点封窗。然后我一边封，我一边打开那些零食，我就在那吃。好不容易下午的时候全都封完了，我全家都封完了之后，我零食也快见底了，快没了。然后我就去搜外卖停了，然后我就去搜跑腿不跑了啊，我就去搜那个打车，哎，打车叫不了了。怎么办呢？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交通瘫痪，供水、供电中断。哇，那个电路烧了，然后把那个车烧了，爆炸了。民众只能在黑暗与惊恐中聆听台风肆虐的怒吼。我还经历过14年的威马逊，哇，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台风了。哎呦，昨天晚上那个感受啊，真的是我感觉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场台风了。那个风真的是像魔鬼一样，真的像魔鬼一样来打你家窗户，嘣嘣嘣的那个窗户，我们家整个窗户都晃动了，然后感觉要逼进来了一样。哇，在里面的家具全部都拿去顶那个窗户，我都怕顶不住。那个风真的特别的大，窗户都进水了，水都进到房间里面了，有一些楼梯都晃动了，业主都跑到地下车库去躲。哦，真的是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很多地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断水断电了。哎，咋了？然而与灾情的惨烈相比，更令人愤怒的是政府的态度。在台风来临前，地方政府给出的防灾指南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呼吁市民提前囤积粮食与蔬菜，甚至鼓动大家去抢菜。天哪，有这么恐怖吗？台风天还没有来，你看超市里菜啥都抢空了，过来买什么呀？我的妈呀，菜市场的这种都是挤不动的。政府发公告说买3天的菜，这我买啥呀？全没了。买个篮子吧。这真的是我历史以来第一次看到这里买空成这个样子的，真不愧是台风的威力。我在这里1年多了，没看到这里买空过的。我买啥？你看一下现在，天哪！西安台风画袈裟登陆，这是沃尔玛。平常这个琳琅满目的货架，这是面包区，都没货了，你看看，然后人潮缠动啊。哎，你看看，都是挤满了买单的人，货架这里都没有货了，面包都没了，全部空掉了。Hello， 朋友们，现在超市是人爆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23号中午台风就要登陆了，那现在很多人都在超市里抢青菜、囤水果、囤肉。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比较疑惑，因为我第一次经历台风，不知道应该就是真的要去囤很多东西会停水停电吗？有没有本地人可以给我分享一下的？像现在很多菜都已经是被抢空的一个状态，真的会这样吗？我第一次见，真的觉得有点夸张。哇，霞姐，这个点在这里干嘛呀？哎呀，你不知道吗？明天台风啊，我们整个广东这边全部都停工了。你看，很多人在那边抢菜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抢那么多吗？抢那么多干嘛？你吃得完吗？有很多学员呢，他们都在我们学校上课啊，所以我担心他们明天没有吃的，所以现在把现有的蔬菜都买了。因为明天外卖停工，所有的企业全部停工，超市都停工，恐不恐怖？恐怖。所以这次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把门窗关好，然后在家里面囤一点粮食，听到没有？快点，你们来一起买一点。其实来台风又不是世界末日，饭点过后来还是有那么多人都来囤物资了。天哪，从来没有看到哪个超市东西卖空了。听说台风画袈裟要来了，你看珠海的超市全部被抢空，啥也没有。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着什么急呀，都成了惊弓之鸟了。你们这么搞不行的，你们在哄抬物价呀。台风来了怕什么呢？门打开，窗子打开，喝台风不就行了吗？比西北风好喝多了。他们要求民众在窗户上贴胶带，声称这样能防止玻璃碎裂。结果呢？抢购潮让市场大乱，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老人为了抢夺一把白萝卜争吵不休。而那些辛辛苦苦贴上的胶带根本无法阻止台风的破坏，反而在玻璃碎裂时制造了更多锋利的危险边角。这样的指导
与其说是防灾，不如说是自欺欺人。真正的防灾系统应该是坚固的基建、完善的排水网络、迅速的救援部署。然而在中共的体制下，这些都成了空谈。很多店铺也被淹。Hello， 大家晚上好。我这是在我们的月饼摊，这里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了，然后这全城总动员，这里已经内涝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然后这是深夜啊，然后我在这里搬我们的月饼，已经全部没过，已经超过我的膝盖了，看到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大量灾民的画面流出，有人拍下自家小区整片绿化被连根拔起，有人控诉自家刚装修好的房子如今满屋积水。哎，我的妈呀！不会睡觉起来到2楼吧？我感觉好像要停了吧，应该也要停了吧，太恐怖了。现在看你那个脚那里还有多少？1、2、3、4已经涨了。1、2、3、4。哎呦，那个冰箱搬那么高也没用，沦陷了。没有那么高过。哎呦，那个凳子都扶起来了。咦，我那个花就你们放到盆里面去了，我以为它挨淹了，飘起来了。管它是谁的盆，开门了它进来，我就放到盆上面了。啊，这样子啊？有人哭喊着政府的救援在哪里？但官方的回应永远总是慢一拍。等救援部队姗姗来迟，许多人早已失去了财产，甚至失去了生命。极端天灾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体制的荒谬与无能。当台风来临时，民主社会的政府会立刻启动紧急预案，派遣救援力量，建立临时安置所，保障民生供给。而中共政府更关心的却是维稳与宣传。新闻画面里，他们高举着我们已经做好防灾准备的旗帜，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却只能靠自己苦苦挣扎在洪水与狂风中。就是这个地方最深，对，油门踩着别松，过了这里就没事了。妈的，这个宝马卸货了，宝马没用啊，下次不要买宝马。完了，我们过得去了。靠左，左边前一点。对。油门别松，一直踩着 ，OK， 过来了。台风化加沙给广东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将会是一段历史性的警钟。这场灾难不仅揭示了自然的力量，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中共治理的无能与荒谬。当城市被洪水吞没，当建筑如豆腐渣般倒塌，当百姓无家可归时，我们不得不问，在这片土地上，究竟还要多少次灾难，才能让人们真正看清问题的根源？台风伴随的特大暴雨不断，导致广东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中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开闸泄洪，造成下游地区惨遭洪水淹没，灾区民众损失惨重，苦不堪言。水灾，哎呀，没有人理我们啊！现在啊。我把你关门了，全部一片汪洋，全部，来，这个有拖车。走了嘛，医院后头边，那车就漏一盖了，这就在我们楼根底下这儿了，是吧？这场超强台风化加沙摧毁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建筑与道路，更撕裂了人们心中对安全感最后的一丝幻想。在风暴逼近前，中共政府不是组织民众加固堤坝，不是提前疏通排水系统，不是调动军队部署防线，而是号召民众抢菜囤积物资，建议居民窗户贴胶带。于是广东的街头出现了荒诞的景象，超市被挤爆，白菜、土豆、冬瓜成了硬通货，人们抱着一袋大葱在暴雨中跌跌撞撞回家。最后一包剩菜了，最后一包了，就没有了。你看哪？我这里一堆货全部被他们买完。然后我当时去那个菜市场，我听那个阿姨，我才知道哦，原来明天的菜市场也停了，所以就大家疯狂购买。然后我去到那个菜铺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吗？就是
他们连菜谱那里只剩下红辣椒、青辣椒、黄辣椒，我真的是服了。就是那个你们要买的菜，他那里差不多都卖完了，然后只剩下一堆辣椒和一堆什么大蒜，真的是。然后那个我去买鸡肉嘛，去买肉嘛，然后那个老板他切那个菜，他切那个鸡肉那个手已经切到冒烟了，真的是服了。就是你们可以怀疑大叔和那个大娘他们的学历，但是你永远不要怀疑他们的。你们抢那么多囤那么多干嘛呢？留一点给有需要的人。更夸张的是什么呢？还在后头，你看一下，平时候啊，商场里面都有一些烂菜叶的，现在连烂菜叶都没有了，你们是干嘛？还有居民在自家的玻璃窗上贴着十字交叉的胶带，自以为能抵御时速200公里的狂风。哇塞，你看那个浪整个都卷到这个窗玻璃上，太可怕了。我有点怕你真的，我有点怕，我去买来补怕。我的有点震了，这种灾害影响太大了。你说，但是人也没办法，人也干预不了。这风太恐怖了。对啊，这真的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真的太渺小了。这就是所谓的防灾智慧吗？难道白菜能挡洪水，胶带能抵御台风？全世界都在笑，而广东的老百姓却笑不出来。17级台风，楼都在晃，好恐怖！停水停电。台风画袈裟不仅是一场自然灾害，更是一面照妖镜。它让世人看到，在制度的荒谬下，防灾竟然被简化成抢菜和贴胶带。我已经把这些玻璃给它贴上胶带了，也不知道明天早上会怎么样。现在是早上9点钟，然后现在云层已经过来了，天空已经开始出现乌云了，但是没有一丝的风，一点点风都没有。平常都会有很大的那种微风啊，今天是一点风都没有，就暴风雨前的宁静吧。然后估计是那个画袈裟已经把所有的能量全部吸到了它的台风眼上去。那个山翻过去就是南海，直线距离不超过20公里。然后这个台风会随着汕尾一直沿着海岸线扫到湛江登陆，目前的路径就是这样，感觉好可怕呀！听说到这边的风力要达到14到16级，堪比当年的山竹啊，比山竹的那个台风还厉害。希望我的这个玻璃能够挺住。我就不相信这个画袈裟台风能把我整个阳台吹走。观众朋友们，拭目以待。事实证明，面对17级的超强台风，在窗户玻璃上贴胶带，对防台并没有什么卵用。中共所谓的防台指南，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舉。一半就係整寸啦，連料我個間屋啫，點我間屋啫，攞我間屋啫，新嘅古樣啊，攞啊，攞啊。我個床啲耷落噃，你能搬？在豆腐渣工程的阴影下，房屋、桥梁、堤坝瞬间坍塌。在官僚主义的拖延中，救援姗姗来迟。这不是台风本身的错，而是治理体系的失败。当别的国家在用科技与工程与自然抗衡时，广东的民众却只能依靠白菜和胶带面对一场史诗级的灾难。真正可怕的不是风雨，而是这种让人绝望的制度性无能。广东真的不适合装光伏啊，搞得满地都是，一个台风过了满地都是。这边全部都是，你看这个充电站，以前这边有很大的一些雨棚的，现在全部没了，全部倒了，充电桩都没有看到在哪儿了。这不知道谁家的床垫都吹飞了，那共享单车还好绑在一起，没有被吹飞。这路口一片狼藉，全部是倒了的路牌、倒了的树、倒了的电动车。这些招牌，商店的招牌全部都没了，铁皮房全部倒了，全部都吹破。自重就很轻，风一吹很容易倒的。这边好多工厂的这种房都倒了，
单元的入户门全部被破坏了，变成了一堆废铁，真的太猛了！这个台风，我的车都吹到别人的车头上去了，家里的家具被吹飞就算了，车也受损了，整条街道一片狼藉。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台风，全都是七扭八歪，没有一辆是正常摆放的。如今风力降下来了，暴雨也逐渐停歇了，但留下的却是一片满目疮痍的景象。哎呀，这台铺面的门都没了，船掉完了。天哪，墙体脱落，门，围栏全都坏了。看看。这么大的树都刮倒了，哎呀，车在里面，哎呀天哪！哇塞，昨天咱来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啊！这一排船倒了，咋搞？这么粗的树，哪有路了？那边路已经清出来了，这边路还没清呢。太严重了，哎呦，过底盘了吧？哎呀，天哪！这么粗的树，它都能吹倒。哎，得看多大的台风啊，17级以上。楼上的玻璃都往下吹多少？空调位，空调位知道掉多少个了？小区里边整个一栋楼，所有的风口那一趟的1到16楼，所有的玻璃全部都掉了。这些树算啥？这种损失，国家会不会有补助啊？这个损失这边是小的了，就是那边丰田那边这些是被涨的。天天老树啊，你看这么粗的树，2个人都抱不完。哎天哪！啊，你看这树这么高的树。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灾，更是人祸。当豆腐渣工程在狂风吹袭下瞬间瓦解，当政府的救援姗姗来迟，防台预警毫无章法，百姓的生命与财产究竟值多少？这个台风哦，好大哟！这就是我们的工棚哦，全部吹垮了。这场灾难或许会被官方的新闻简化成几句受灾情况可控，但真正的痛苦正在每一位灾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一场台风不仅揭示了自然的威力，更照出了这个体制的虚伪与无能。在灾难之下，人民真的只能靠自己。一场末日般的台风让广东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愿每一位在风暴中的民众都能平安，愿真相不被掩埋。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真相应该被更多人知道，觉得这些画面不应该被掩盖，那么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因为在这里我会继续为你带来更多真实的记录，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揭开被掩盖的灾难与真相。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赞、留言、分享，让更多人听见那些灾难现场的呼喊。我们下期影片再见。